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。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我是赵阿姨，今年69岁。我和老伴都是国企的退休职工，我们享受了国家的红利政策，生活稳定，退休金也相当可观。我们只有一个儿子，生活压力不是很大。当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和老伴毫不犹豫地在省城核心地段为他们购置了一套宽敞的3居室，并且还全款买了一辆20万的车子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我们的退休金每月加起来有12000多元，从未担心过自己的养老问题。除了为儿子的婚礼花费一些钱之外，这些年我们还断断续续地攒下了50多万的积蓄，加上每个月的退休金，我和老伴的养老问题绝对不是问题。刚退休那会，我和老伴身体还挺硬朗的，每年都抱团出去玩个2、3次，过得挺滋润的。儿子是学金融的，就职于一家大型证券公司，收入也不错，一家人都过得挺好。可是到了我们65岁的时候，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。我们看到新闻上报道过，老人去世后，存款没人知道，有的亲人取不出来。有人说只要提供各种证明就能取出来，可这种事情没亲身经历过，谁也不知道到底怎样。于是我和老伴商量着，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。如果其中一人先走了，剩下的那个就把存款和密码告诉孩子，这样至少我们的努力和积蓄不会被白白浪费。2年前，老伴因为身体不好离开了我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。我开始考虑如何保管我的存款，免得出现意外。于是我把那笔50多万的存款分到了2张银行卡上，一张有20万，另一张则是30多万。我把20万的那张卡交给儿子，告诉他卡上的余额和密码，并且特别嘱咐他，使用这笔钱之前必须得到我的同意。有一次，我的姐姐生病住院了，急需3万元的手术费用。她是农村出身，一辈子辛苦务农，将孩子养大成人。我帮她安排了一份国企临时工作，老了才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。但是如今她却陷入了连3万元都拿不出的窘境。电话里，姐姐哭着告诉我，自己的存款都交给了儿子，但现在儿子和儿媳都不管她了。她说要不是急着要动手术，也不会给我打电话。我心急如焚，立刻让儿子开车送我去医院。我坐在车里，让儿子拿卡去银行取3万元。谁知儿子沉默了片刻，开口说：“妈，我把钱拿去投资了，现在取不出来了。”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。我没想到儿子竟然不经过我同意就把钱取走，我感到失望和愤怒，但我也明白此时不是争吵的时候。我自己拿另一张卡去取出3万元，先让姐姐顺利进行手术。我匆匆赶往医院，递交给姐姐所需的手术费。姐姐看着我递过来的钱，感激地流下了眼泪。事后，我决定立即回家将密码改掉，并且不告诉儿子卡内的具体金额。我清楚地嘱咐姐姐，今后存款一定要自己保管，养老金没花完也要存起来。毕竟在关键时刻，儿子未必比钱更有用。后来我外出旅行时，手机上收到了密码输入错误3次的短信提示，随后卡被直接冻结了。儿子问我怎么改了密码，
我只是淡淡的回答说，我将密码写在纸条上，并放在了保险箱里。我告诉他，将来我走了之后，他可以暴力拆开保险箱，把卡里的钱取出来。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让儿子感到失望或不解，但我深信这是为了我的未来和家庭的安全着想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姐姐的手术成功，她恢复得也很不错。我经过这次的事件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，要为自己的未来和安全做好充分准备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关注一些金融投资方面的知识，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和风险管理的内容。我发现，除了儿子的工作，还有许多其他投资方式可以让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。我开始在银行咨询理财产品，选择一些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，分散风险，同时确保一定的收益。我也学会了如何定期检查账户和资产情况，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和财务安全。除了财务管理，我也更加注重与儿子的沟通。我告诉他，我并不是不信任他，而是希望我们在处理财务方面能够更加透明和合作。我提醒他，将来如果遇到重要的决策，尤其是涉及大笔资金的时候，一定要与我商量，共同做出决策。儿子也渐渐理解了我的意图，我们开始更加频繁地交流，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，还有一些金融投资的想法和计划。他也逐渐明白，父母的理财决策并不是一味的存钱，而是要考虑风险和长远规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将剩余的存款稳健的投资，获得了一定的收益。我也逐渐摆脱了之前的焦虑和担忧，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的养老问题。同时，我也教育儿子要学会理财，做出明智的决策，而不是一味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。在我儿子的陪同下，我还参加了一些关于财务知识和养老规划的培训活动，这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合理规划和管理财务对于老年生活的稳定和幸福至关重要。如今，我虽然年过古稀，但拥有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，更加有信心地面对未来。我明白，家庭的幸福不仅仅是拥有物质财富，还有相互的信任和理解。我和儿子的关系更加紧密，我们一起面对困难，共同解决问题。他也学会了更加成熟地处理财务和家庭事务。我感到非常欣慰，知道自己的努力和教导没有白费。未来虽然充满了未知，但我相信，凭借着我们一家人的团结和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美满幸福的晚年时光，共同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机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